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有点意思的现象，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方面西方国家在对像俄罗斯和伊朗这样的产油国进行很严厉的石油制裁，但另一方面呢，全球的油价和供运好像又没那么大的波动，这就很奇怪了，对吧？那些被制裁的本应该从市场上消失掉的石油到底都去哪儿了呢？这背后藏着一个你可能完全没听说过的隐秘世界。对，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你想想看啊，一边是禁运，一边是石油照样在流动，这不是很矛盾吗？所以这背后肯定有一个规模巨大而且组织严密的体系在运作。答案呢，有一个听起来就很神秘的名字，叫黑船运输。说白了，就是有些邮轮为了躲避监管，直接玩起了隐身。他们会把自己的定位系统啪一关，然后就从全球的监控网络里消失了，在茫茫大海上偷偷的运送石油。好，那问题就来了，既然这些船都隐形了，我们是怎么知道它们存在的呢？又是怎么追踪到的呢？这就得佩服现在的研究人员了，他们简直就是数字时代的福尔摩斯。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们是怎么破案的。首先呢，咱们得知道一个关键的东西，就是这个叫 AIS 的自动识别系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每一艘大船的实时 GPS， 跟我们平时在手机 App 上查飞机飞到哪儿了一样。船长只要在驾驶室里按个钮，把它关掉，这艘几十万吨的庞然大物砰一下就从全世界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跟人间蒸发了一样。为了揪出这些幽灵船，研究人员用了一个特别聪明的办法，就是一套机器学习算法，基本上分3步走。第一步，先是盯上所有去过或者来自那些被制裁国家港口的船。第二步呢，就重点分析这些船的航行记录，看看他们是不是在某些敏感海域附近信号突然就没了。最后一步就是识别那些行为诡异的船，比如在海上突然停下来，或者走一些很不正常的 S 型路线。把这3招一结合，这些黑船就很难藏住了。我们来看2个真实的操作场景。你看左边这张卫星图，就是一艘船关掉了 AIS 信号，然后偷偷摸摸地开进伊朗的港口去装油。再看右边这张，这个就更狡猾了，叫船对船过驳。2艘船在公海上碰头，把石油从一艘船转到另一艘船上，这样就能彻底洗掉这批石油的真正来源。好，我们现在知道他们是怎么操作的了，但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个盘子到底有多大？是在海上偷偷摸摸活动的船是几十艘还是几百艘？说实话，这个真实规模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根据研究人员的估算，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活跃在海上的黑船平均数量是558艘。558艘，听起来好像只是个数字，但你仔细想一下，这是什么概念？这差不多是全球所有大型原油油轮总数的1/4。没错，每4艘里就有1艘在从事这种引子运输，这个比例真的是高得吓人。而这一支舰队的运力呢，他们每个月，注意是每个月运输的原油就高达780万公吨。如果说刚才的数字还不够直观，那这张图就非常有冲击力了。研究发现，这些黑船运输的石油竟然占到了全球海运原油出口总量的43%。你没听错，是43%。这简直是太疯狂了。这意味着全世界差不多有1半的石油贸易是发生在官方统计之外的，是发生在我们看不见的阴影里的。那么这个庞大的地下交易网络里，主要的玩家都是谁呢？卖方这边主要是长期被制裁的伊朗，以及最近加入的俄罗斯。而最大的买方呢，研究指向了中国，吸收了大概15%的量。这些交易最集中的热点区域就在波斯湾、黑海还有委内瑞拉附近。我们可以看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这张图是委内瑞拉附近海域的活动热点图。你看，在2019年美国开始实施严厉制裁之后，这个区域的可疑活动，也就是图上的红点，瞬间就爆了。这清晰地说明，正是制裁本身直接催生了黑船市场的繁荣。而且
这支引子舰队的反应速度非常快。我们再看这张图，这里是伊朗附近的霍尔木兹海峡。当2023年对俄罗斯的制裁加码之后，这里的黑船活动密度反而下降了。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很多船都跑去利润更高的俄罗斯航线了，它们就像水一样，永远流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好了，我们已经了解了这支幽灵舰队的规模和运作方式，但接下来这一点可能就更颠覆你的认知了，就是这个庞大的引子经济对我们熟悉的世界主要经济体，比如美国和欧盟，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跟你说，这个后果啊，真的非常出人意料。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经济悖论。咱们先看美国，美国现在是石油净出口国，按理说黑船拉低了国际油价，对它是不利的，没错。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用这些打了折的廉价石油生产出了更便宜的商品，然后出口到美国，这又帮助美国抑制了通货膨胀。一来一回，反而可能对经济增长有好处。然后我们再看欧盟，欧盟是石油净进口国，官方油价高，对它肯定不利。但是中国因为有了廉价石油，工业生产能力大增，反过来就需要从欧盟进口更多的设备和产品，这又拉动了欧盟的出口。你看是不是很奇妙？所以啊，咱们把这个事情拉回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中，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你在美国，你买到的那些物美价廉的商品，它的成本里可能就有一部分要归功于这个影子石油市场。如果你在欧盟，虽然能源账单很难看，但你工作的公司可能因为对华出口增加而获得了更多订单。而对于中国来说，获得这些低价石油，毫无疑问增强了它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这一切其实都是环环相扣。讲到这里，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那个最关键的观点，其实也已经浮出水面了，那就是一个关于制裁本身的巨大的悖论。这篇研究论文的结论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他说，制裁越严厉，从事黑船运输的利润空间就越大，这就越会刺激更多的人和船加入这个游戏。这就像你越是想堵住一个口子，水的压力就越大，它就越会从其他你看不见的地方涌出来。制裁本身在无意之中亲手创造并且喂养了一个更庞大、更难监管的引子市场。所以，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一项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催生出一个如此庞大、高效而且几乎无法监管的平行体系，那么这一项政策本身，它的长期有效性到底在哪里？作为一种重要的外交工具，经济制裁的未来又该走向何方呢？这是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但它确实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